大众车小毛病可能会比较多，但是这个故障你可能是第一次见到。故障码分析的话，我们是传感器参考电压 B 断路。其实这个故障代码对于大家来说肯定是这个参考电压5伏断路，但是关键的点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电路图没有参考电压 B 怎么办？我们读数据流，给大家看一下数据流。那我们看一下数据流，发动机转速、空气量以及油压。我们现在启动。大家会发现，这个时候发动机已经启动了，但是我们的油压是有问题的，油压过低。但是它没有报油压过低，而是报传感器参考电压 B 断路。那我们首先检查液压传感器，我们的高压液压传感器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把插头断开来了。根据电路图，3号针脚是一个5伏供电，我们量一下，可以发现它是没有供电的。那我们根据电路图可以发现，这个传感器和我们的 G40这个凸轮轴位置传感器是共用5伏供电，是这一根线。那我们现在测量的话是0.2伏，我这个传感器已经断开来了，我们把这个传感器也断开。那这个传感器也断下来了，2个传感器全部断开，但是它还是没有5伏输出。那故障点要不就是这一根线，要不就是我们发动机电脑板。那如何诊断呢？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测量线路有没有断路。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根导线，它的电阻小于2欧姆，说明这一根线没有断路。那这一根线没有5伏电压，那说明这根线要不断路了，要不对离短路。所以我们量一下对离电阻，对离短路。那这个对离短路有可能是电脑板，也有可能是线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插头断掉，我们再量一下。大家发现现在不是对离短路了，那说明电脑板内部对离短路。但是我们在更换电脑板之前，还要进行最后一步验证。刚才我们已经确定故障点要不是这个线有问题，要不是电脑板问题。那如何确定是线还是电脑板？我们用一根线把这个针脚剔出来，我们把这个装上去。如果说我们插上去有5伏输出的话，说明电脑板是好的；如果说没有5伏输出的话，那就是电脑板问题。我们来试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测量这个5伏有没有电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电脑板有5伏输出，那说明故障点就是我们发动机线束内部故障。那我们要找到故障点，顺着线捋一下就可以找到故障点。那这个的故障的一个难点就是参考电压 B 没有任何资料说明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短路的话，其实这个故障比较简单，一般的是传感器、线或者电脑板。当我们传感器断掉了之后，还有对离短路，那这个时候就是电脑板和线。如何确定电脑板有没有问题？可以按我的方法把这根线直接引出来，看电脑板有没有输出。如果电脑板没有输出，就是电脑板；电脑板有输出的话，那肯定是线的问题，直接扒线就可以。学会的话点个关注，谢谢。